最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就是超级大国美国，它明明知道稀土的命脉被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牢牢攥在手里面，那么为什么过去几十年非但没有夺回这个控制权，时至今日反而被中国扼住了咽喉呢？你好，欢迎大家来到爱生的频道。美国其实正在倾尽国力，试图在一片工业废墟之上重建一条属于自己的完整的稀土供应链，但是这样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它究竟是一次真正的工业复兴，还是现代历史上最昂贵由国家资助的恐怖故事呢？这样一种为了脱钩必先挂钩的非常奇特的策略，到底是不是一个饮鸩止渴的陷阱？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美国人的挣扎与无奈。我们的故事要从一声非常刺耳的警报声开始，时间是在2010年，地点是在东亚。当时一场外交的争端让全世界的工业巨头，从丰田的会议室到波音的生产线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中国作为全球稀土供应的绝对霸主，短暂的限制了对日本的出口，这个后果是立竿见影的。几种关键稀土元素的价格如同坐了火箭一般，短时间内就飙升高达 240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市场波动，而是一次地缘政治的休克疗法。它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沉睡当中的西方世界。华盛顿、东京、布鲁塞尔，他们的决策者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高科技产业的喉咙被一只强有力的手紧紧地扼住。工业维生素这个词儿听起来非常的温和，但是它的另外一面是工业毒药，一旦断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手中的 iPhone 里面至少有10几种稀土的元素，它们能够让你的屏幕色彩鲜艳，让手机震动，也能够让扬声器发声。控制了稀土，在某种程度上就控制了未来战争的入场券跟现代生活的遥控器。这个造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今天美国超过 80% 的稀土需求，特别是那些经过9981难非常复杂工艺提纯的高性能的稀土产品，都必须要依赖中国。这个依赖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漏洞跟足以致命的弱点。在潜在的军事冲突当中，中国甚至不需要发射一枚导弹，只需要一道行政命令，延迟或者拒绝向洛马、向雷神的工厂出口特定品级的重稀土，可以让 F-35 的战斗机的生产线立马停摆。所以这场2010年的危机，当时让稀土安全这个词儿第一次从地质学家的报告变成了是美国总统办公桌上的红色文件夹。从那一刻起，战略紧急按钮就已经被按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从特朗普政府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稀土的独立战争在美国的国内已经打响了。这个不再是商业行为，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首先我们看到白宫援引了冷战时期的国防生产法，这个法案赋予了美国总统极大的权力，可以为了国家安全强行干预经济。稀土被提升到了跟战时生产坦克、飞机同等重要的高度。那其次呢，是打开了资金的水龙头，数千万乃至上亿美金的这个国防的拨款，像雪片一样飞向了美国少数几家被选中的公司。MP Materials 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那最后是铺开绿色的通道，白宫发布了行政的命令，要求简化并且加速国内关键矿产的这个项目审批流程，试图为那些常年被环保跟行政壁垒困扰的这个矿业公司扫除障碍。所有这一切的这些动作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在美国本土重建一条从矿山到实体的完整稀土产业链。而这样一场非常宏大叙事的舞台中央，就搭建在加州那样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芒廷帕斯矿山。
MP Materials 公司，它作为新的主人，被塑造成了对抗东方巨龙的屠龙勇士。媒体的聚光灯，华尔街的资本，五角大楼的订单，一瞬间所有的荣耀跟期望都压在这家公司的肩膀上。但是好几年过去了，当喧嚣散尽，我们拨开媒体宣传的迷雾，去看数据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让人心寒的真相。美国地质调查局2024年的数据像一盆冰水，兜头兜脸浇在所有美国人的头上。当年美国估计生产了 4.5 万公吨的稀土金矿，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数字，但与此同时，美国出口了高达 4.3 万吨的金矿。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辛辛苦苦从自家后院挖出来的稀土矿有高达 96% 最终还是坐上了开往中国的货轮。所以这是一种生产的幻觉，表面上美国稀土矿的这些机器在轰鸣，产量在提升，华盛顿的政客可以有值得夸耀的政绩，但实际上美国它其实只是在扮演一个更高效的矿工，它每多挖1吨矿石都只是在为中国的超级稀土加工厂提供更充足更多元化的口粮而已。美国耗费着自己的自然资源跟纳税人的巨额补贴，只是让对手的护城河变得更加宽广更加深。这个就是美国稀土战略陷入的第一个也是最表层的困局，一个战略急迫性与现实无力感之间的巨大的鸿沟。我们要了解今天美国人在稀土问题上的焦虑跟挣扎，就必须要穿越时间的迷雾来回溯历史，因为这位曾经的旧王当年是怎么样在一夜之间丢掉王冠的，这个故事本身是非常值得玩味的。说起来，在那个由美国定义全球工业秩序的黄金时代，稀土是美国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加州的芒廷帕氏矿区在60到80年代几乎满足了全世界 70% 以上的稀土的需求。正是在这里，有产出油点亮了人类第一代彩色电视机的屏幕，让世界变得五彩斑斓，所以这里实际上也是稀土世界的硅谷。但是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在80年代末是悄然来临，因为导致旧王陨落的力量主要来自于2个方面，第一是内部的环保压力，第二就是外部的经济竞争。一提起稀土产业，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个对于环保的破坏，也的确本身第一性原理就是稀土不稀，分离不易，所以它的这个核心技术的难点跟环境的成本并非在于开采，而在于后续极其复杂而且污染非常严重的化学分离的过程。芒廷帕氏矿在处理这些放射性物质的这个废水的时候，它修建了一条长达 22.5 公里的管道，将这些有毒的废水输送到远处的蒸发塘。但是在80到90年代期间，这样一条管道反复的发生泄漏事件。后来根据联邦的这个调查，从1984年到1998年总共发生了大概60次的泄漏事故，导致超过227万升含有放射性的物质跟其他有害化学品的毒液直接排入了莫哈维沙漠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看到严格的环保的法规，非常漫长的审批，高昂的合规成本，让在加州这里开矿变得是越来越不划算。而与此同时呢，第二股力量来自于遥远的东方。就在我们看到美国因为这个环保问题举步维艰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中国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悄然开启了稀土霸权的奠基之路。而在1987年，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这里用了一个高瞻远瞩这4个词，不能说是有意的去褒奖，但的确你不得不佩服他这一点。那么早以前他就曾经指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那这句话为中国稀土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国家级的战略基调。中国以一种不计环境成本的姿态向全球市场倾销极其廉价的稀土产品，这个价格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低到让西方的矿山想要维持最基本的日常运营都做不到。所以
通过国家层面的这个产业政策的引导跟整合，中国它逐步建立起来从上游的采矿到中游的分离冶炼，再到下游新材料跟终端应用的全球唯一的完整的整套的稀土工业体系。而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不仅仅是最大的生产国，更是在技术壁垒最高的中下游的加工领域形成了超过 90% 的绝对垄断地位。所以在美国去工业化的这个宏观背景底下，不仅仅是稀土加工厂，连下游的这些磁体的工厂、电子元件的制造商，他们也都纷纷将生产线迁往亚洲，当然主要是中国。所以美国就这样拱手交出了自己的王冠跟权杖。而面对来自于中国非常廉价的稀土产品，信奉自由市场跟成本效益最大化的美国企业跟决策者，他们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是无比的理性，其实后来被证明非常愚蠢的决定，就是将稀土开采跟加工这样一种高污染、高成本的脏活累活外包给中国，他们转而开始享受清洁的国内环境跟非常便宜的工业品。所以最终呢，芒廷帕斯矿的这个运营商茉莉公司在21世纪初一度停产。那虽然2010年因为中日的这个稀土争端引发全球的价格飙升，他曾经一度试图豪赌一把，投资数十亿美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启动了一个听起来无比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是凤凰计划，想要浴火重生。但是这样一场看起来华丽无比的复兴之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3颗非常致命的炸弹。第一颗是技术空心化，茉莉公司曾经向市场吹嘘说自己拥有创新的更环保的分离技术，但现实是这个技术从来没有真正成熟，根本没有办法按计划稳定运行。数十年的这个产业的断层已经让美国失去了最核心的工艺的诀窍。第二个就是资源错配。芒廷帕斯矿虽然储量巨大，但是它主要富含的是铯和镧这样一类价值比较低的轻稀土。那打一个比方，就是市场需要的是流排，比如说非常高价值的这些锑跟特等重稀土，但是茉莉公司手里的却是一大堆生菜。流排跟生菜其实是一个需求跟供给的错配。第3点是最致命的，为了打破中国的这个出口配额的制度，美国联合欧盟跟日本在 WTO 对中国提起诉讼。2014年 WTO 最终裁定中国的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规。奥巴马政府将此案的胜诉作为其贸易政策的一大胜利来大肆宣传、大肆庆祝，但是这一个胜利却给美国国内的稀土产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为了遵守 WTO 的裁决，没办法，对不对？中国必须放弃出口配额制度，所以2014年开始，一夜之间被压抑已久的中国稀土的产能如同开闸的洪水涌向全球市场，导致国际稀土的价格断崖式的暴跌。对于刚刚投入巨资，生产成本本来就远远高于中国的这个茉莉公司来说，这个相当于自己山上的这个堰塞湖的闸门被打开了，大洪水席卷而来。最终在价格暴跌跟巨额债务的双重压力底下，茉莉公司在2015年6月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背负17亿美刀的巨额债务，轰然倒塌。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第一次稀土本地化的尝试以彻底的惨败告终。当然这个也是拜愚蠢的美国政客所赐。这样一段血淋淋的历史，从最残酷的方面证明了一个真理，在稀土这个领域，纯粹的商业逻辑它已经死亡，任何试图单枪匹马挑战中国国家级产业体系的西方企业都无异于自杀。当茉莉公司破产的这个废墟还没有冷却的时候，一场被赋予国家意志的僵尸复活的计划仓促上马。2017年，一家名为 MP Materials 的新公司在破产拍卖当中，只以区区的$2050万的价格就收购了这样一座传奇的矿山，它承载着重振美国稀土霸业的希望。但是呢，这样一场雄心勃勃的复兴，它的起点却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悖论。
MP Materials 它在运营的初期并没有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完整供应链，反而形成了一种更加吊诡的共生关系。它的核心业务是将从芒廷帕斯矿挖出来的这个稀土金矿几乎全部卖给它在中国的竞争对手盛和资源，而盛和资源不仅仅是它最大的客户，同时也是它最重要的股东之一。那双方签订了一个承购协议，明确规定交付地点是中国境内的港口。这个也就意味着美国本土最大的稀土企业，它最主要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将满载战略矿产的货轮一船一船的运往中国，然后由中国的这个稀土工厂进行最关键的精炼跟分离。所以我们目睹了一个商业奇观，美国在本土辛辛苦苦开采的这个稀土矿，最终还是要送到中国的炼金工厂，才能够点石成金，变成有价值的稀土黄金。所以这样一种模式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地缘政治背景底下的金融套利。运营 MP Materials 的这个詹姆斯利廷斯基，他本来就是一个精明的华尔街对冲的基金经理，他的核心赌注并不是想要认认真真的去经营采矿或者是冶炼这件事情本身，而是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宏观大趋势。他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芒廷帕斯矿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能够挖出多少矿石，能够产生多少利润，而在于它对于美国的不可替代性，它的独一无二的战略地位，因为它是美国唯一的稀土矿。所以他的判断是，随着美国对于中国稀土依赖的这个焦虑日益加深，他美国政府必然最终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不计成本的来扶持这样一座唯一的本地矿山。也因为这样，与盛和资源的这个短期的挂钩是一种战术上的妥协，因为他要为自己赢得宝贵的时间，等待美国国家战略这样一股东风的到来。所以 MP Materials 的这个复活，在初期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巩固了中国的稀土霸权，它成为了中国稀土产业在海外的一个原料车间。所以这样一场僵尸的复活，它复活的仅仅只是矿山的物理骨架，但是整个产业的灵魂跟命脉依然被一根跨越大洋的中国脐带牢牢掌控着。现在让我们来揭示一下本期视频的第一个核心的发现点，就是一个理解美国稀土困局的钥匙，我称之为中断扼杀。我们可以把整个的稀土产业链想象成是一条巨蟒，上游的采矿跟选矿是蟒蛇的尾巴，它非常有力，但是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附加值也是最低的。美国的 MP Materials 它目前的核心业务就在上游，而下游的这个功能材料跟应用是蟒蛇的头部，它能够发动致命的攻击，是价值实现的终端。比如说它能够制造出用在电动汽车里面的永磁体，而中游的精炼分离跟提纯，所有这些步骤是蟒蛇最强壮的身体跟致命的肌肉，这个是整个产业链的心脏部位，是技术资本跟环保的壁垒最高的环节。这个环节需要通过成百上千次极其复杂的化学萃取的过程，才能够将混合在一块的17种稀土的元素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分开，并且提纯到 99.99% 甚至于 99.999% 以上的纯度。那只有达到这样的纯度，它们才能够被用于制造最高端的磁体跟合金。这么多年以来，很多人对于中国稀土战略的理解可能还停留在最初级的阶段，就是中国老是在挥舞出口配额来管制矿产资源这个阶段。但是其实今天中国的打法已经进化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它不再满足于只是控制稀土这种矿产资源，而是要控制全球高科技产业运行的规则。他手中的武器已经从一柄战斧变成了是一把非常精准的手术刀，而中国的护城河恰恰就挖在中段这里。通过数十年的这个战略布局跟持续不断的投入，中国它不仅控制着全球近 90% 的稀土分离的产能，更掌握着大量没办法用金钱快速复制的这个工艺的诀窍专利的技术跟经验丰富的人才梯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
中国的这个领导层就已经决定将这个稀土定位成关乎国家未来的战略资源，而战略的核心并不是控制矿山，而是要彻底掌控整个产业链当中技术最复杂、附加值最高的环节——中游的精炼分离。为了这个目的呢，中国已经构筑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炼加工的长城。那首先是国家级别的这个科技攻关，著名的863计划跟973计划都将稀土的技术列为重点，并且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培养了一整代的专家。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院士等等科学家，他们在分离提纯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使得中国能够以远低于西方的成本生产出高纯度的单一的稀土元素。其次呢，是产业政策非常精准的引导。初期通过高达 17% 的出口退税，以低价的策略将包括茉莉公司在内的全球的西方对手全部挤出市场。而在站稳了脚跟之后呢，又通过生产配额跟环保的标准淘汰落后的产能，将全国的稀土的企业整合成6大国有的集团，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队。到了2023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直接将稀土萃取分离的工艺技术列入了禁止出口的技术目录，彻底锁定自己的优势。而到了今年10月份10月风暴，我们看到商务部发布了一系列新的出口管制的公告，首次明确将用于稀土分离提纯的这个专用的设备、化学品跟核心的技术全部囊括这类。这个相当于直接攻击了美国想要重建稀土工业能力的根基。其实中国是在非常清晰地向全世界宣告，你想要抄我的作业吗？对不起，我现在连草稿纸跟笔都不卖给你了。稀土分离提纯，特别是将相邻元素分离开，是一门近乎炼金术的非常复杂的工艺。那中国现在做的就是将这样一本武功秘籍彻底封存在保险箱里面，迫使美国必须要从零开始，重新走那条漫长而且昂贵的陡峭的学习曲线。而最致命的砍向全球供应链的一刀，就是我们在前2期视频当中反复提到的这个 0.1% 的规则。这项规则的威力是在于它史无前例的治外法权。比如说一个在德国的博士公司的采购经理，他现在就必须要彻夜研究自己卖给福特汽车的某一个传感器里面那样一颗小小的磁铁，它的稀土成分的价值是否超过了整个传感器价值的1/1000。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的公司就可能在无意之中违反了中国的出口管制法。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战略，因为它将合规的重担跟审计的压力非常巧妙的全部转移到了全球所有制造商的肩膀上。它是制造了一种全球性的寒蝉效应，让所有的企业在选择非中国的供应商的时候都要三思而后行。而且这个不仅仅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已经开始见血了。我们看到，正因为中国开始实施新的出口许可证的制度，导致高性能稀土磁体的供应中断，德国跟奥地利的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工厂他们被迫停产，宝马跟奔驰的生产线一度告急。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实弹演习，展示了对于全球汽车产业链的精准打击的能力。这个现象就形成了一个地缘经济学上的恶流点。美国恢复了上游的采矿，像是给这样一条产业链的巨蟒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就是矿石。但是食物必须要经过蟒蛇的身体中段，也就是加工精炼来消化，才能够变成是头部的力量，也就是下游的应用。而蟒蛇的身体这个中段完全被中国控制着。这个就是中断扼杀的恐怖之处，它让美国的所有上游的努力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甚至适得其反。MP Materials 的这个困境本质上就是被这样一只无形的巨蟒扼住了产业咽喉的困境。而且中国的中断扼杀固然致命，更加可怕的是什么？是美国自己早就已经病入膏肓，这样一把外部的枷锁为什么能够轻易的锁死美国？其实答案就在于他自己失能的工业生态之中。那在这个地方我会提出本期视频的第2个核心的发现点，就是生态位的锁定。美国稀土产业的问题，它不是一棵树生了病，而是整片的森林都已经死掉了，现在只剩下一片工业的荒漠。而在
这片荒漠之上，你竟然奇迹般的找到了一棵树，也就是我们的 MP Materials， 它也注定长不大，更没办法开花结果。因为一个健康的工业就好像是一片健康的森林的生态系统，它需要有多个的要素共生。首先它需要有肥沃的土壤，对不对？这个地方指的就是整个配套的供应商的网络，比如说能够生产特种化工萃取剂的工厂，能够制造并且维修复杂分离设备的厂商。在美国，所有这些东西已经消失了好几十年了。MP Materials 甚至连重启生产线的一些关键的设备都需要从中国进口。其次，它还需要非常充沛的水源，因为这个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从顶尖的冶金化学家到经验丰富的工厂的操作员，美国现在的现实是，大学里的采矿跟冶金工程专业已经变成濒危物种，毕业生的数量锐减，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整个产业链重建的需求。一个产业的消失，最可怕的是知识体系跟技能储备的彻底流失。当美国把稀土加工的产业外包给中国的时候，它失去的不仅仅只是工厂跟设备，更是一整代拥有实践经验的化学工程师、冶金专家跟熟练的技术工人。稀土分离我们说过好多遍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师法冶金的过程，它涉及到对于化学试剂、温度、pH 值等等变量的精妙的控制。所有这些工艺的知识，很大一部分是没办法完全写在书本或者操作手册里面的墨绘知识。它依赖于第一线的工程师跟工人在日复一日的这个生产实践当中累积的经验跟直觉。但是随着美国本土产业链的消失，相关的大学课程也随之萎缩。所以有专家估计，在稀土分离提纯的领域，整个欧美跟日本加起来的专家可能总共也只有几十个人，但是在中国这个数字是几千人。所以这样一种知识的断层意味着，即便是美国投入再多的资金，美国的稀土加工厂它也没有办法在一夜之间就达到中国同僚的这么一种效率跟成品率，它注定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而且非常痛苦的学习曲线。而且最后呢，这样一片森林它还需要有共生的动植物，也就是下游成规模的应用产业的集群。你需要有足够多的磁体的工厂、电机的制造商来消化你生产出来的高纯度的稀土材料。但是美国的下游应用的产业也一样早就已经工业化了，全球超过 90% 的稀土永磁体都是由中国在生产制造。所以在这样一种土壤贫瘠、水源枯竭、动物绝迹的工业荒漠里面， MP Materials 这样一棵孤独的树，为了生存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把它的根拼命的不顾一切的伸向唯一一个有水源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庞大的完整的而且高效的工业生态的系统。所以一个非常悲剧性的生态位锁定就此发生。 MP Materials 这个被强大的外部生态系统牢牢地锁定在了价值链最低端的一个特定的生态位上，就是一个初级资源的提供者。整个的过程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产业虹吸的模型来理解，就是一个全产业链整合的强大工业生态系统，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带有引力的黑洞，它会自动将周边地区，比如说美国的初级资源吸入它的体系进行加工，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与此同时呢，这个过程也抑制了资源产地自身产业升级的任何可能性。这个就是美国稀土产业面临的一个最深刻的悲剧，它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修复某个零部件就能够解决的单点故障，而是它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失能。你如果不重建整片森林的话，只种一棵树，那这个结局早就已经注定了。所以当面对外部的中断扼杀跟内部的生态失能的时候， MP Materials 的这个商业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没有办法自我维系的悖论。它的财务数据便是
最无情的判决书。在经历了2022年稀土价格高企带来的一个非常短暂的盈利之后，随着价格回归正常，这个公司它的业绩迅速恶化。2023年营收腰斩，到了2024年，公司录得了6500万美金的净亏损，而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上还背负着超过9亿美刀的沉重的债务。那所有这些非常冰冷的财务数字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MP Materials 以美国的高昂成本去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金矿，并且将其卖给拥有绝对定价权的单一市场中国，它以此获得的微薄利润根本不足以支撑它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转型的那个所谓的美国梦。这是一个典型的烧钱业务，而且看不到任何商业化的盈利的前景。市场已经在美国稀土产业的振兴之路上给出了它的答案，就是此路不通。所以正是在这样一种纯粹的商业逻辑已经彻底破产的背景底下，一个终极的非市场的力量它不得不亲自下场，而这个力量就是美国政府，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国防部，当然他们现在改名叫做战争部。那与茉莉时代主要由市场逻辑驱动的这个复兴不同，此轮美国稀土本土化的这个根本的驱动力是赤裸裸的国家安全的考量，而五角大楼就是这样一场行动的背后最核心也是最坚定的推手。因为在现代高科技的战争当中，稀土是美军技术的命门，美国几乎所有的尖端武器平台都高度依赖稀土材料，特别是高性能的铝、铁、硼永磁体，这样一种依赖的程度是非常惊人的。当这些武器系统的心脏部位的原材料 90% 以上都掌握在中国手里的时候，任何一位美军的军事战略家都会夜不能寐。所以2025年7月，美国国防部采取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干预措施。请注意啊，这个不是一次简单的补贴或者是贷款，这是一次对于 MP Materials 商业模式的一个彻底的国有化的改造，它强行切断了这家公司跟市场之间的联系。这样一个协议呢，有以下一些内容。首先第一招就是釜底抽薪，彻底解决资本的风险。因为美国国防部它直接向公司注入了4亿美刀，获得了可转换优先股跟认股的权证，摇身一变成为了最主要的股东。那这个解决了这家公司因为持续的亏损跟高额投资导致的失血问题。而第二招就是帮他们解决融资的风险，他提供了 1.5 亿美金的无抵押无利息的贷款，专门用于支持这个技术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重稀土分离的项目。第三招就是包揽一切，解决市场的风险。双方签订了一份长达10年的承购协议，美国国防部承诺就是 100% 采购 MP Materials 未来新建磁体工厂的全部产量。这个也就意味着公司它再也不需要担心它的产品卖给谁了，五角大楼从现在开始就是它唯一的并且最终的客户。而第4招也是最致命的一招，就是让它可以无视市场，解决这个价格风险的问题。五角大楼设立了一个长达10年的价格保护的协议，为这家公司的这个核心稀土的产品设定了每公斤110美刀的最低保证价。那这个价格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概是国际市场这个价格的2倍。所以这个事情相当于给 MP Materials 一张免死金牌，也就意味着说，当中国发动终极价格战的时候，甚至你可以把市场价达到1美金，甚至免费。哪怕是这样最极端的情况发生， MP Materials 它依然可以以110美刀的超高价格卖给美国政府，稳赚不赔。那所以中国最擅长也是最致命的价格武器，在这样一份美国国家级别的作弊码面前是瞬间失效了。我们看到五角大楼这一系列的组合拳，本质上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惨败之后，终于公开承认了他们一个不愿意面对的现实，就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的逻辑在这样一场事关国家命脉的战略博弈当中已经彻底的完全的失败了。你想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中国的稀土的供应链，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一个独立于市场之外的，由美国的国家意志跟纳税人的财政无限兜底的无菌温室。我们可以认为 MP Materials 的这个身份
被彻底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商业实体，它变成了是一个由美国纳税人供养的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防承包商。所以在五角大楼不计成本的支持底下，或许未来有可能他们会打通一个小规模的美国国产的供应链，能够为他们的这个关键国防项目提供数量有限、质量可能也未必非常可靠的，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比较放心的稀土的资源。但是即便有了国家队的金钟罩，美国这盘大棋依然在一个最关键的位置上存在一个致命的缺口，也就是重稀土。那如果说 MP Materials 它主攻的是轻稀土，是民用科技的肌肉，那么重稀土就是尖端国防科技的神经系统。它就有点像是调味料，只需要添加那么一点点，就能够让磁体在导弹发动机或者是雷达系统的这个高温高压的环境底下依然保持强大的性能。但是在这个攸关生死的领域，美国本土的加工能力是多少呢？是 0， 是0。而唯一的希望被寄托在一家澳大利亚的公司莱纳斯身上。在美国五角大楼又一次 1.2 亿美刀的资助底下，莱纳斯计划在德州建设美国唯一的一家重稀土分离工厂。可以说整个美国国防工业的未来都系在这个小小的工厂之上。但是在2025年，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又发生了。莱纳斯在他的年度报告当中用非常谨慎的这个措辞披露说，他的德州工厂因为与废水管理相关的许可证的问题，未来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尽管莱纳斯正在紧急的与国防部商讨一个 B 计划，比如说直接从马来西亚的工厂为美军供货，但是这个风波无疑与美国本土化的这个战略的初衷背道而驰，更像是一种无奈的妥协。讲到这个地方，可能会有在美国的朋友发问说，难道美国的情况真的就这么绝望，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吗？比如说号称拥有重稀土资源并且计划打通稀土全产业链的有一个公司叫做美国稀土 USAR 吗？那非常遗憾的是，在华尔街他们看重短期回报跟美国国内繁琐审批的一个双重绞杀底下， USAR 他们的这个宏伟蓝图至今依然停留在 PPT 跟实验室的阶段，远水救不了近渴。当10月风暴跟稀土危机爆发的时候，这家公司它根本不具备任何商业化量产的能力来填补空白，反倒再一次验证了我们之前的观点，就是在一个贫瘠的工业荒漠当中，即便你有最好的种子，你也长不出参天大树。所以美国的稀土复兴的道路就像是一艘在惊涛骇浪当中紧急建造的方舟，它有了一个强大的引擎，也就是 MP Materials， 它也有了一个不计成本的船长，也就是美国的国防部，但是它不仅缺少最关键的导航系统，也就是重稀土的分离技术，而且整个船的船身上还布满了各种随时可能会开裂的缝隙。这是一个脆弱到非常极致的方略。而就在美国磕磕碰碰的试图想要修补他们的方舟的时候，站在这样一场世纪博弈的十字路口，未来会走向何方呢？我想基于我们今天的分析，有3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第一种，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称之为脆弱的脱钩。那不能够排除美国未来有可能会建立小规模高成本专攻国防部跟少数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的供应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小型的稀土内循环。到那个时候，华盛顿的政客可以大肆宣传说是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成功，或者是摆脱中国依赖的一个胜利，但是这个其实可能只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样板工程，是一个为了展示而存在的盆景，它的生存将会完全依赖于五角大楼源源不断的资金注入跟保护的订单。但是在占据市场主体的这个非常广阔的民用的领域，一切依旧会像老样子一样，因为特斯拉、通用汽车、苹果由于没办法承受本土稀土这个产品高昂的成本，他们依然需要深度依赖来自于中国或者是设在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一些中资企业的进口的永磁体。所以全球的稀土市场
会呈现一种军民分离、高低搭配的双轨制格局。或许美国能够用巨大的财政代价为自己的国防买一份保险，但是在更为广阔的经济跟产业的战场上，它依然受制于人。所以这是一个不好不坏、充满了妥协跟矛盾的未来。第二种情景，我称之为是加速的独立，这个是美国人做梦都要笑醒的情况。那如果美国在某一个关键技术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突破，比如说突然间发明了某种全新的成本极低的非双法稀土提炼的技术，而与此同时呢，他们的国会通过新的法案强制要求在美国销售的关键设备必须要含有一定比例的美国制造的稀土产品，那这两个手段结合，或许能够刺激大量的私人资本涌入。那如此一来，也许能够构建一条真正具有商业竞争力的独立的稀土供应链，这个是美国能够彻底摆脱中国的束缚，改写全球稀土版图的未来。而第三种叫做战略的停滞，这个是美国人真正的噩梦。那如果他这个本土的加工厂在技术上举步维艰，迟迟没有办法稳定的生产，能够满足他这个军工跟高端民用标准的高纯度的稀土产品，而且这个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的话，等到美国国内政治风向一发生转变，新一届的政府如果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的压力，或者他认为有更紧迫的这个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那么对于稀土产业的这个巨额补贴政策可能会被削减，或者是被取消。而一旦这个来自于国家的生命维持系统这个管子被拔掉以后，这些被强行催生的稀土企业会瞬间暴露在残酷的市场寒冬当中，私人投资者的信心会崩溃，项目会停滞裁员，最终破产。所以我们会看到稀土产业它历经数十年的本土化努力之后，将会再次宣告失败，非常悲哀的重新回到原点。所以通过以上这些层层剖析，我想关于美国本土稀土产业链回归这件事情的答案已经非常清晰了。它的这个本土化之路，与其说是一场商业复兴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个在已经去工业化的废墟之上对抗强大地缘经济现实的一场孤独而且漫长的远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营不善或者是技术落后的问题，这是一场市场的逻辑与战略逻辑的正面碰撞，而它的结果就证明了，在国家意志的面前，资本的逐利天性是不堪一击的。这是一场单点修复与系统性失能的一个艰难的博弈，而且事实证明，如果不重建整个森林的生态，只靠树叶来维持一棵树的生命，你是没办法改变你的这个荒漠本质的。另外一个方面，美国稀土困局的根本的病症，其实也是一场非常深刻的制度性的衰退。一个被利益集团高度渗透、被繁文缛节层层束缚，在两党恶斗当中日益瘫痪的政治体系，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统一行动者来执行复杂国家战略的能力。而急剧的财富不平等、精英阶层的内斗以及大众对于体制的普遍不信任，共同侵蚀了任何国家战略所必须的社会凝聚力。美国社会今天试图重建稀土产业链，他们面临的所有这些巨大的困难，都是在为过去几十年的战略短视来还债。美国这个稀土的故事，它深刻地揭示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在国家战略竞争时代的局限性。稀土的案例非常雄辩地证明，在一个存在国家队选手的世界里面，有些战略性产业的存亡不能够完全交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全球供应链的构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战略跟权力的问题。一个产业的失去可能只需要10来年，但是要将它重新捡回来，重新建立起来，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跟无法估量的代价。我们看到美国在莫哈维沙漠当中这样一条重新开辟出来的小径，无论最终通向何方，都将作为21世纪
大国博弈当中最具有警示意义的案例之一被载入史册。中美到底谁会笑到最后？关于美国稀土这个故事，您有什么高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如果喜欢这些深度的地缘商业的分析，请不要忘记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艾森的频道，并且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